有一种权力的错觉，很难识破，因为他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。他叫做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这个人没有封国，没有朝臣，没有军队，没有家族背景，没有任何可以撬动权力结构的支点。给他一顶皇冠，他接住了，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反过来对你构成威胁。这是一道最干净的算术题，一方掌握一切，一方掌握零。那顶冠冕只是一个符号，前者需要它的合法性，后者需要它的安全感，双方各取所需，格局稳定。你把这叫做稳妥，你以为选了一张白纸。公元前74年，霍光刚刚废掉了一个皇帝，废帝是昌邑王刘贺，在位27天，被1127条罪状送出了未央宫。霍光不需要有自己班底的皇帝，他需要一个坐在皇位上的人，不需要一个真正行使皇权的人。他把目光落在了一个18岁的少年身上，这个少年叫刘病已，皇曾孙，汉武帝的血脉，合法性无可挑剔，但他没有封国，没有朝臣，在整个帝国的政治版图上是一个不存在的坐标。霍光看了他一眼，满意了。废掉刘贺之后，霍光面临的不是权力危机，是合法性危机。权力他从来没有失去过，他控制着南北军，控制着九卿，控制着朝廷的人事任免。但汉代的政治结构里，权力的运转需要一个名义上的源头，皇帝。没有皇帝，他的每一道命令都悬在半空，随时可以被人质疑合法性。他需要的那个人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：其一，血脉合法，无可置疑。立一个血统存疑的人会引发动荡，立一个宗室旁支会被攻击为权臣思辨。合法性必须是自足的，不需要任何辩护。其二，权力根基为零，这才是更要紧的条件。一个有封国的藩王进长安就带着属官和军队，天然形成独立的政治支点。一个在朝中有关系网络的宗室子弟，立刻会被各方势力接近、渗透、拉拢，形成独立的权力核心。霍光需要的是一个在权力结构里完全真空的人。进了未央宫，除了他无处依靠。他把整个汉室宗亲筛了一遍，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的只有一个人。刘病已出生在长安的郡邸域，郡邸域是关押各地诸侯王在京家属的地方。他的祖父是立太子刘据，死于巫蛊之祸，被汉武帝逼死，全家牵连。他的父亲始皇孙刘敬未能幸免，此时他刚刚降生。他在那座监狱里活下来，靠一个女狱卒照料撑过了最初几个月，后来被廷臣辗转送出，交给汉武帝的外戚家族王室抚养。人生第一个记忆里的空间是一座监狱，不是比喻，是字面意义。他后来在长安的市井里长大，王室家境普通，没有豪门的隔绝，也没有贵族的温室。他跟着走卒，跟着游侠，在三府一带的集市和街巷里游荡。史书说他好游侠，熟悉民间的物价、吏治、人情。这段记载听起来像是闲笔，但它说明的东西比礼仪贵重得多。他见过真实的人，在没有任何权力表演的场合里，人是什么样子。受师于东海府中翁，高才好学，然亦喜游侠，斗鸡走马，据之闾里奸爷，立志得失。他知道一场官司在县衙里怎么流转，知道一个游侠在什么时候为义气豁出去，在什么时候悄悄低头，知道粮价涨了之后，市井里的人用什么方法填补亏空。这些判断是活的，在深宫里读书读不来的那种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来不对自己的处境产生幻觉。一个在监狱里出生，在民间艰难长大的皇室血脉，生存经验里最底层那一刻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依赖的，除了自己对局势的判断。在长安市井里游荡的那些年，他遇见了许平君。许家算不上什么门第，父亲许广汉是个管仓库的小吏，曾经坐过牢，身上有刑狱的印记。史书没有留下他们相遇的细节，但2个人走到一起，某种意义上原因是相同的。对方身上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背景，都清楚在这个结构里能信的只有彼此。这是在权力圈子外长大的人才有的眼光，不看来头，只看这个人本身。这从来不是白纸，这是一张纸，上面的字需要火才能显出来。刘病已进宫之后发生了一件事，史书写的轻描淡写，细想起来却是整个故事里最深的一个细节。他的身份文件是霍光替他补办的。他在民间长大，从未以皇室成员的身份接受过官方登记，宗室籍册里没有他完整的谱系记录。进未央宫时，他连证明自己是谁的文件都不完整，是霍光主持替他重新确认了宗室血统，补全了皇家身份的全套文书，才让即位程序走完。往深处想一步，
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合法性证明都是霍光的笔写下来的。进宫之后，他不懂的宫廷礼仪是霍光派人教的。他第一次上朝站的位置是霍光划定的。他坐上那把椅子所经历的每一个程序都经过了霍光的手。霍光看着这一切，看到的是一个被他彻底托举起来的人。刘病已看着这一切，记住的是另一件事，这个人认为他欠了他什么。刘病已配合得很好，礼仪上恭谨，朝会上沉默，该顺从的场合从不出错。霍光派来的老师教什么，他学什么；安排来的属官说什么，他点头。进宫之初，他几乎没有主动开口说过任何政务上的意见。史书用来描述他这段时期的词是谦让，是温文。霍光观察了他很久，观察的结论是安全。这个少年皇帝没有锋芒，没有野心，配合听话，正是需要的那种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判断越来越稳固。霍光开始减少防备，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下一步的布局上。霍成军还在等着，皇后的位置早晚还是霍家的。但霍光漏算了一件事，一个人如果连愤怒都学会了收起来，他收起的东西迟早要用别的方式出来。刘病已不是没有判断，是判断得太清楚。他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动，什么时候动了没有意义。顺从不是本性，是工具。他在等一个足够小的缺口，小到出手不会引发反应，但足够真实，足够站得住。缺口来了，是一个关于旧剑的问题。白芷第一次有了墨迹，来得比霍光预期的早一点。刘病已进宫时，民间有一个妻子叫许平君，父亲是个小吏，家世普通，在政治上毫无价值。按照宫廷逻辑，皇后的位子应该给霍光的女儿霍成君。霍光的夫人霍显已经在盘算，这是霍家下一步稳固权力的关键棋子。朝中没有人替许平君说话，刘病已下了一道诏书，上乃下诏：朕威时有一旧谏，谁能求之？群臣之上旨，乃议立许婕妤为皇后。他没有说立许平君为后，他说朕少年时有一把旧剑，想找回来。这道诏书的力量不在内容，在包装。顾剑把立后这件政治决策变成了一个帝王的私人情感表达，任何反对在道义上都会显得残忍。要剥夺一个少年皇帝寻回旧情的权利吗？霍光没有出手拦截，许平君被立为皇后，这是刘病已在权力结构里发出的第一个信号。他足够小，小到霍光可以选择忽略，不过是少年皇帝想带上旧妻，无伤大局。霍成君还年轻，等得起，但信号是真实的，白纸上有了第一道痕迹。一个连身份文件都由霍光补办的皇帝，用一道诏书把霍家精心布置的棋拨开了一颗。他没有动用任何权力资源，他用的是道义，这是他的方法。许平君成为皇后，霍显并没有放弃。霍显是霍光的妻子，在霍家的实际运作里，他负责的是后宫这一条线。他看得清楚，许平君在一天，霍成君就进不来，霍成君进不来，霍家对皇权的控制就缺了最后一道锁。于是他找到了宫廷医官淳于衍，以重金和承诺为筹码，说服他在许平君生产后的调理药物里动手脚。许平君死在产后，史书的记载是暴崩2个字，轻飘飘的。他死时，刘病已刚刚做了父亲。淳于衍事后向霍显邀功，霍显大惊，独自压下了这件事，没有告诉霍光。许多年后，霍光临死，他才把经过说出来。霍光沉默了很久，没有说话。刘病已知道多少，史书没有明写，但他是一个在监狱里出生，在市井里长大的人，对人心的判断从来不靠文书。许平君死的蹊跷，宫中没有任何秘密是真正密封的，他不可能什么都不清楚，只是他当时什么都不能做，这是这个人最难被书写的那一面。他不是没有情感，是情感也必须被纳入判断。悲痛是真实的，但悲痛不能变成行动，不是现在，不是在霍光还活着，还掌握南北军的时候。他能做的是继续上朝，继续行礼，继续在霍光面前表现出那个谦让温文的样子。那把他用一道诏书找回来的剑就这样断了。他没有说话。霍光选刘病已，逻辑是完整的，没有背景，没有根基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。这套筛选标准识别出了一个在权力格局里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但他漏掉了一个变量，也是最关键的那个变量。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资源，但仍然有判断力，可以在监狱里出身，在街市里长大，但正因如此，对权力的本质比任何从顶端往下看的人都看得清楚。霍光用有没有背景衡量威胁，他没有用有没有判断力。白纸不怕被写，白纸只怕一件事，写字的人以为纸上无字。此后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处了10年。史书留下了一个细节，每次与霍光同城，上内言旦之，若有芒刺在背，那个芒刺究竟从哪里来？